启手板到尘土，有心的人天不负。身凡并尽复回天，但其使命终身度。以求道为起点，只是呈现为终点。必须道场地之选，学习研究半成经，学各种佛前世，学参半世足，积极付出，修办人生自己做主。开启手板到尘土，有心的人天不负。身凡并尽复回天，但其使命终身度。学仙学佛学菩萨，不丢弃稳的命。滚美灵进来打拼，对着天意勇前行。道成开辟进步，天职半身十足，三者齐力启动，培训人才辈出，万物促进道务，心愿修办之路。全能将士人父，使命一生程度，各族专精深入，永续道场蓝图，无可状元立树，真神真贤木木。以求道为起点，只是呈现为终点。必须道场地之选，学习研究半成经，学各种佛前世，学参半世足，积极付出，修办人生自己做主。开启手板到尘土，有心的人天不负。身凡并尽复回天，但其使命终身度。学仙学佛学菩萨，不丢弃稳的命。滚美灵进来打拼，对着天意勇前行。参加坛主参半世足，结缘开路，仙佛引路，我们携手同行创道路。道成开辟进步，天职半成十足，三者齐力启动，培训人才辈出，万物促进道务，心愿修办之路。全能将士人父，使命一生程度，各族专精深入，永续道场蓝图，无可状元立树，真神真贤木木。开启手板到尘土，有心的人天不负。身凡并尽复回天，但其使命终身度。学仙学佛学菩萨，不丢弃稳的命。滚美灵进来打拼，对着天意勇前行。好，各位在座的前贤，大家好。今天马不停蹄，由忠义道风转一个题目，叫做号召令。也就是当前老母所颁赐佛老师所颁布号召令来到人间，要所有白羊修士大家都能够响应着上天，而且了解上天的用意。所以今天讲的一个专题叫做号召令今天的这个号召令，在我们的佛老师批示
要所有的修办中人，每一个人在念号召令的时候，举起你的拳头向上举，号召令代表着我们今天接受的老天颁在人间的这个令。这个令出呢，可以看到人鬼佛仙全部皆止也可以看到幽冥助道所有万仙齐辉所以这个令并不是一般的普通令，而是来自于上天来到人间的一个令，所以叫做号召令。号召所有的修办，所有的白羊弟子，集万众一心，集其万愿，能够让人间能够消除业灾，让每个人都能够平平安安。老母不忍玉石俱焚，所以老母在训文中说，看到人间现在灾劫频频，也不愿意看到所有的修行者来到人间忘记了本来的面目，忘记了我们的愿力，所以老母忧心，在此时此刻这么大的业灾，这么大的灾劫来到了人世间，凡我修办中人却没有警觉，总是还是以自己的想法来在修办这条路上，所以老母心如焚，所以命我们佛佛老师来到人间颁发号召令，所以在台北道场的坛主班就批了第一篇的号召令。大家总以为号召令只是一篇的训文，但是没有想到号召令是连结训，一篇又一篇，到处的每一个班讲的都是号召令。连我们不修习菩萨在点传师班上也是号召全体点传师，凡我点传师，大家都应该担起使命，在劫关中更应该行菩萨道带领着众生走出劫关，所以每个人更应该有着心愿，所以点传师要以身作则，愿力再起，所以我们才有这段话叫做号召令起，愿力再起。所以号召令它不是只是一个语言，它是要今天这个起要大家一起带动，带动什么？每一个人的愿力再度出发。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号召令起，愿力再起。所以我们这一篇的台湾的坛主班就一篇又一篇，号召全体点传师，号召全体讲师，号召坛主，号召所有办事人员，号召所有白羊的弟子，闻此号召令，人鬼佛仙都要接旨。闻此号召令，我们可以看到幽冥都要助道，众仙万神都要齐辉来助人间白羊这一场。也就是说，因为老母大慈大悲，佛佛老师忧心，来到人间的修办弟子不晓得此时此刻真是劫关重重，所以老天要我们再度发心愿，所以才有这篇号召令。所以凡我白羊弟子，凡有修办中人，记得当念到第一句号召令，我们大家带动道经举起你的拳头向上举，我们好像是接受了圣旨般，我们重新再愿力再接，我们重新愿力再发，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号召令。当号召令一篇又一篇佛佛老师在坛主班的某班，他说今天是号召令的完结篇，把过去从号召令的起头，到了号召点传师，号召讲师，号召坛主，号召所有的白羊修士，把它连结在一起。所以号召令里面有三大一个重要的主题，那就是令起令颁令在人间，大家共同接令，也就是说每个人在接受重发心愿。所以佛法老师说愿起，希望所有的徒儿们，所有的大家修行者来到人间，务必要在劫关中重发心愿。第一愿要广设佛堂，所以叫做法船大开广设佛堂。第二，一定要多鼓励亲口如数。第三个，三师大家并进。所以我们的号召令，这个号召令起，所以号召令是要集结的是所有修办中人还我修办中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重发心愿的念头。所以佛佛老师就指明了三大项目，第一个广设佛堂，第二个就叫亲口如数，让更多的人能够亲口如数，第三个是三师并进。我们今天的修道一定要用愿力，所以佛佛老师说愿力可以抵万业，等一下再跟大家详细的说明。所以当台北的道场，佛佛老师批了号召令，我们的不修习菩萨慈悲
批了号召点传师，接下来就是佛老师一篇又一篇的号召令，所以来到了台中道场，就在这台中道场坛主班，佛老师也批了号召令，号召所有的白杨修士、坛主讲师如何发心。就在佛老师讲这段话的时候，佛老师话锋一转，说：徒儿们，今天如果有要登记设佛堂的，请出列，为师给你们加智慧，为师带你们走过劫关，走过难关。只要今年有要设佛堂的，为师都给我的徒儿们助力，给我的徒儿加起愿力，带我的徒儿们走过劫关，走过难关。在这个过程当中，佛老师在一直交代的2件事：劫关中，徒儿们一定要行功了愿，使自己的功德能够完备，使让我们都能够有机会带着众生走出劫关，渡过难关。为师也希望我的徒儿们都能够再发心愿，能够广设佛堂能够来帮助大家行功了愿。今天有要设堂的，请出列。结果出来17位，也许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没有明白佛老师的用意。佛老师讲了这段话，好吧，徒儿们，为师心性到了，为师希望我的徒儿们能够了解上天的用意。号召令，这个号召令的令是希望所有的白杨的弟子、老师的徒弟，也就是济公佛的徒儿们，都能够重发一个心愿。为师已经亲自带动了，希望我的徒儿都能够了解为师的心意。好，不多说，隐于佛堂。所以佛老师就放下了机笔就隐于佛殿。后学就接起了麦克风，对全体坛主讲师说：在座各位的坛主，在座各位的讲师，在座所有坛前的所有谈办人员，后学来跟大家讲几句话。30年前在台北道场，那个时候还有佛老师灵坛，佛老师灵坛对了某某讲师说：徒儿你出来，为师今天给你一个机会，佛前供果，佛桌上这些供果由徒儿你来出好不好？我们当时那位讲师二话不说，马上跪下来给佛老师磕个头，谢谢老师慈悲，给徒儿机会。老师说：你的发心，你的付出，为师带你走过劫关。原来我们这位讲师在当时候已经面临身体很大的状况，他自己隐藏在内心中，不愿麻烦同修，也不愿麻烦道场为他担忧，他总是一个人闷着，他希望老天慈悲。结果你看佛老师灵坛就对我们这位讲师说：徒儿，为师给你机会。结果老师就对他说：你今天的付出与发心，为师带你走过劫关。30年来，我们这位讲师不仅身体健康，到现在还身担非常重要的道务工作。各位浅显，这就是一个愿力。老师给我们机会，当我们错过机会，什么时候机会还会再来？所以后学就对大家讲，原来老师给我们好大的机会，这个机会是给我们重发心愿的开始。尤其是在今天的谈办班、坛主讲师班，老师只要我的弟子们设坛，老师就亲自讲的这段话：为师带你们走过劫关。后学一直在讲这段话，后学又说了一段纽西兰的故事给大家听。我们在去年年底到纽西兰去做所谓的参访，在当地的道亲点传师就讲那个纽西兰开荒的一个所谓的开始的故事。每一个点传师到每一个国家去开荒，包括每一个修办中的人到每一个地方都想修道办道，但是要以度化众生为主。所以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以移民者来讲，他要到移民的地方，他是修为了办道，他并不是为了去享受。所以30年前我们的点传师到纽西兰去开道，但是要渡人呢，就时常碰到一位来自香港的移民香港的移民也是刚好从香港来，在海鲜店里面工作的一位先生我们姑且称为他陈先生吧。我们这位点传师天天跟他见面都会碰面，因为就住在社区当中。陈先生，你来求道好不好？那个陈先生就说没有时间。只要开口说陈先生来求道好不好，他永远说没有时间。广东话讲没有时间很好听的，后学不会讲，但他都还比个手势的，
陈先生来求道好不好？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我们这位委员是没有放弃过，有缘的人，每一天碰面都跟他讲一句话：陈先生来求道好不好？没有时间，没有时间。连续讲了1个月，30天过去了。我们这位点传师是一位开荒者的前贤，但是他必须以开荒为责任，开荒一定要度化众生，不然怎么会有道亲？没有道亲怎么道红展？他永远没有放弃过，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讲来求道，来求道，来求道。大家都说没时间，没时间，没时间。也许是他这份诚心感动了。有一天那么他又看到这位陈先生，陈先生来求道好不好？好，今天竟然说好了。他没有说没有时间，求过道以后，不是道中就要开法会吧？我们这边等下就说陈先生来开法会好不好？他也说好，什么现在都好了。开完法会之后，不是要上进修班吗？陈先生入了门，我们要上进修班好不好？好。现在竟然在一个态度中全面改变，3年了，从求道法会到进修班3年。我们这位委员师就对我们这位道亲说：“你来设佛堂好不好？成为我们纽西兰第一间的家堂。”二话不说，好不好？好，又是一个好字。各位前贤很不容易的，结果他只是说个好，只是筹备佛堂而已哦，所以他就去上班，在海鲜店工作上班。你可以看到，在海鲜店的厨房里面，油锅这么大的油锅，都是要用炸的、要煎的那种油锅有多热。刚好他在上班过程当中，在天花板上的那个抽油烟机螺丝钉没有锁紧，掉下来，喷到了油锅里，喷起了油脂炸到大家都起油泡。他起了好心，拿着梯子上去了，想把抽油烟机把它锁紧。结果锁紧完抽油烟机，一不小心摔下来，他的整只左手就炸在油锅里面。在座各位前贤，你可以想象那种情景，那个油锅是多烫。我们平常只是被炸到一点，喷到一点，我们就起油泡，但是他竟然在刹那中跌下来，后脑勺着地，而且整只手左手浸泡在油锅当中。所有他的同事也是惊慌的不得了，赶快关火了，把他救起来了，赶快送医院。在医院中都是昏迷嘛，医生就讲了，而且还是洋人的，怎么了？我们的道亲就请我们当地的道亲讲，因为摔下来，双手在油锅中。这个医生也很好奇，在油锅中的双手怎么在这个地方都没有看到他有黑色的反应的？因为下去好像应该是焦黑嘛。结果医生也好奇，捡起他的袖子，剪开来之后，整只手都是通红。刹那中他的觉醒，医生就很好奇说：“你到底怎么了？”他说：“没有，我只是整只手泡在油锅中，现在怎么样？只是很痛而已，没有怎么样。打开来看都没有焦肿只是红色通红医生说：“那奇怪了，你这个人是奇怪了怎么在油锅中都是好好的呢？那没事就回去休息吧。”他回到家，他的太太很不放心，再三的追问：“你怎么了嘛？你有没有事嘛？”各位在座的，当一个人在结关中刚刚过关，心里还没有沉静下来，当所有人的关心都变成一种浮躁了，有没有事啦？没事啦。你到底有没有事啦？没有事啦。他的太太也关心了。第3次又问他：“你到底有没有事啦？”他发了脾气说：“难道你要我出事吗？我没有事啦，我的手没有怎么样啦，不过我的背好痛好痛啦。”他太太说：“你是手被油锅炸怎么会背很痛呢？你帮我看我的后背吧。”把他的衣服稍微掀开来，他看到的是佛老师在把宝扇深刻的看在他的背后。他晓得在刹那中，老师把他拨转了所有的结关因缘。他那个时候痛哭万分他换好了服装，赶快就到佛堂里。他在佛堂中千叩万叩谢老天佛老师慈悲，给他在结关中捡回这条命。在座各位前贤，或许就时常讲这段话：愿先立，事后至。你的愿力先在前面，很多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了解，愿力走在前，所以才有这句话：愿力愿力可以消万业愿力抵万业。这句话是谁说的？这句话是出自于这次训文老母说的。我所有的人世间的修行人只要今天在这个结关当中，大家响应着号召令，我们可以用愿力抵万业。所以后学就一直讲，
在结观中，大家一定要有个愿力，老母慈悲，让我们愿力抵万业。后学就在我们的谈判班讲完了这个故事之后，我说今天大家应该把握机会，我们大家一起来登记，你一间佛堂，我一间佛堂。结果我们的所有台中道场，他说：“不能够只有一个区啊，应该各班都应该适用。”但是佛老师只给我们1天，今天登记的时间，大家就叩求老师慈悲，给我们1个礼拜，我们大家共同来发心，好不好？广说，让大家在人间都能够在这一生当中设一间公坛，来甚至开一间家坛，让我们的愿力能够抵万业。那么老天慈悲，让我们在结观中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走过难关嘛。后学讲，愿先立，一定要愿走在前面，才可以来消我们耳后的很多的业。所以你可以看到纽西兰这个故事，那不就是愿力先起了吗？起了之后，当他在结观中出事的过程中，老天拨准，佛老师怎么给他救化？所以在座各位检检，所以好愿是要先有一个愿力，这个愿力啊，让我们先抵万业。所以我们就在道场里面共同发起，我们大家能够让亲口的人员，大家来设一间家坛，就是起了这个因。所以这个因一起之后，大家就认为，只要我们能够环境做得到的，在这一段时间，这一生当中，至少我在修办这条路上，对老天也有个愿力表白。所以我们大家就共同来登记，你一间佛堂，我一间佛堂，短短就在1个礼拜当中，我们大概登记了1500间的佛堂了，就在1个礼拜。也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佛老师也给我们更多的助力。所以后学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愿一定要先有一个心愿，所以愿要起，老天给我们助力。所以在我们谈判班里面，佛老师讲了一段话：徒儿们莫说不，莫说不。你一说不，你的喜神不在，你的护法神就怎么就没有。所以在很多的愿力当中，不要说不可能，不要说不可以，不要说试试看，不要说我想想看，更不要说可能我做不到，都不要说。所以佛老师连续说了10个字：莫说不。一说不，愿力就不在了，护法神就不在你身边的。愿要先起，来抵万业。所以在座今天在线上的所有的各位浅显，记得在修办这条路上，尤其是现在是在结观当中，莫说什么不，我们大家一定要有这份的观念。佛老师不断的提醒徒儿们，愿力只要一个愿意，愿力先要有个愿意。当你愿意，那就是愿起抵万业。所以我愿意，我要度一个人，那也是今天的号召令啊，号召老师，号召上天给我们这份因缘。所以号召令起，人鬼佛仙全部都要接旨听令，可以看到的幽冥都要助道，众仙都要齐辉，让人间白羊修士更能够行功立德。所以我们今天佛老师说，今天在号召令起的愿力下，每个人只要愿起，功德都是双倍啊。所以叫做功德双倍，来在人间度化众生，是在响应着号召令。所以老天也是无所的所谓的用心来到人世间，怕我们大家都不晓得，在结观中要用我们的愿力来抵我们的万业。后学来讲，我们台中道场2个点燃师成道，却成为大仙的因缘。跟大家说，你看我们有一个点燃师黄金贤点燃师，开荒的是在东马古晋，在8年前刚好是元旦元年，他就上了崇德园。我说今天刚好是新的一年我们新的一年，新的第一天，我们大家共同许个愿，你要在国外开荒，跟不修行菩萨表白，今年你的目标是什么？他说我要跟菩萨报告，我今年2个新年宏愿，我要设2间公共佛堂，我要开5间家庭佛堂。他就在新年的那一年，8年前的元旦那一天，他就说不修行菩萨慈悲，请菩萨慈悲给我加持，后学要发个心愿，今年在东马古晋开2间公坛，我要设5间家坛。所以他就出国了，他半年回来一次。当他在半年来，他也不过完成1间公坛，完成2间家坛，他就回到台湾了，来半年嘛，要回来做一个道务说明报告。回到家稍微休息一下，
中午11点半左右而已呢，他就坐在沙发上看报纸。他太太煮完了午餐呢，就说来吃饭呢，来吃饭呢，都没有回应。再叫一声饭好了，来吃饭，还是没有回应。他的太太更大声说：“啊，你没有听懂吗？饭好了，来吃饭。”他还是没有回应。这个时候家人就紧张了，怎么没有回应呢？原来拿着报纸就这样子的双眼一闭就回天脚趾了。各位请见，走得好，真的好走，刹那中眼睛一闭就走了。百日过后，大家就觉得奇怪，好好的人怎么说走就走嘞？百日过后，来请他结缘。结缘之下，我们很多点燃师也说也不知道是什么国位。第一，他是一个很新的点燃师；第二个，大物上来讲也并不是特多，只不过呢他只是开了1间公坛，2间家坛在海外。结果来以后，报的竟然是老母封为大仙了。他就讲这段因由，在座各位的前贤，感谢上天给后学这个机会，感谢白水圣地，感谢不朽且菩萨，感谢道场给我这份因缘。我今天有这一份的所谓的果位，实在愧不敢当，乃是老母慈悲。佛老师说，乃是我的愿力成就的。论功德性可能还不足，论开阔性可能也不多，但是我竟就是在佛前，我表白了我的愿力，老天是成就，是因我的愿力给了后学这份机会。所以后学时常讲，在号召令下，各位前贤一定要有个心愿。我们今天共同来讲，你今天有个心愿，你度一个人也可以啊，你要劝一个人亲口也可以啊，你要不断的在持续推动，一日一斋更好啊。所以讲到亲口如数，佛老师第2个讲是要给广传亲口如数。后学跟大家报告一个数字，最近有个数字说提出来给大家参考，1秒钟2000只动物不见了，2000只；1分钟12万只动物不见了；1年全世界70亿人口，700亿只动物不见了。各位在座的前贤，这个数字很惊人，1秒2000只动物不在了，进了人类的口域当中；1分钟12万只动物不见了，它就消失在我们的口腹之里；1年竟然有700亿只啊！莫怪在这个节关中，动物灵来到人间，疫灾频传，也可以讲到所谓的灾难频传。所以老天不忍玉石俱焚，才给我们今天修行者一个机会，愿力再起，号召令下，愿力再起。所以在座各位前贤，真的要给大家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大家今天来讲一段，来共同发起。我们可以你度一个人，你可以度一个人，因为你只要想度人，这个人你只要愿意度，老天都会无形中给我们助力。你甚至可以鼓励已经在练习吃素的，鼓励他亲口，那也是你的愿力，让人世间更多的修行人。你更可以自己发心，我们来设1间家坛，那不是也很好吗？所以家家都有佛堂，万家生佛，那不是更好吗？我们更可以发心组合更多的人，我们来开1间公坛，那不是更棒吗？组合更多的人。所以今天在这个号召令下，所以后学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号召令的老天颁发来到人间，重点是我们的愿力到底在不在。所以佛老师在谈判班把点传师叫出来点传师出列大家就站出来了后学就操持了。来，家居说一个道物的红展到底是人办还是天助？后学就带着全体点传师跟佛老师回报说，李老慈悲，道物的红展乃天助，好不好？所以老师就批了，道物的红展它具备3个要项。第1个要项，那叫做一定要有天命的加披，没有天命的加披，哪有名师来到人间？没有名师来人间，哪有代师传道的重点传门？今天要感谢上天来到人间是天命的传承，要有天命的加披。第2个要有天的助力，没有诸佛菩萨，没有天恩师德，天的助力，人哪有那么大的力量？但是呢，有天命的加披，有天的助力，最重要徒儿们，那是要人间人的愿力。没有愿力，没有天的助力，即使有天命的加披，却没有愿力，你也没有办法怎么样得到天助。
所以在座各位浅浅，今天的号召令就是个愿力，带我们走过节关。号召令起，愿力再起的关键是用愿力共同走过什么？走过节关。所以这个愿力以老母来讲，大慈大悲，一个愿力抵万业。所以各位浅浅，莫失去再有的机会。我们应该讲，每一个人要帮助每一个人，每一个道场，每一个道务中心，要帮助所有的道亲能够亲口的亲口，能够设坛的设坛，让人间充满的都是善业，让我们周遭能够感动什么更多的人走在修办这条路上，来消弭更多的业障，让人间能够祥和，让老天的苦心没有在人间白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白羊弟子、白羊修士们应该要有的一个责任。所以后学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就在最后谈判班里面，佛陀老师语重心长净讲了一段话：为师为众生请命各位在座的，离开这句话，为师为众生请命。我的徒儿们，看看还有多少众生在劫关中，徒儿们看看还有多少人还在劫关里。我们为师只有来跟我的徒儿说，为师为众生请命，请我的徒儿们共发善愿，愿力再起。所以号召令下，愿力再起。我为我的佛陀老师说，我为我人间的众生请命，请大家共发心愿，救度苦海中的众生。修行中的人可以亲口的，大家立亲口愿；可以设坛的，大家设坛；更可以的话，鼓励所有的人结关中好好的发心了愿，三思并进，来给自己做一点功德。因为一业一个愿力可以抵掉万业。所以各位在座的浅浅，您看到这段话，就是今天我们在谈到的号召令。所以号召令不是一个口令，号召令是来自于上天颁布在人间，给众生一个机会，所以叫为众生请命。但是谁要去度化众生？所有白羊修士的修行人。所以各位浅显，我们都有这个责任。佛陀老师说为众生请命，那么我们这只是修办中人。佛陀老师给我们3个方向：一个设坛，所以广设佛堂；第二个，一定要鼓励大家，可以的话亲口，不行的话一日一斋，疫情还是可以的吧，可以消灾，所以还是要鼓励。第3个，修办这条路上的核心价值永远不能够离开三师：财师、法师、无畏师。我们以今天的三师以无畏师，我们大家尽心尽力我们的法师大家尽量怎么尽量度人在财师上我们大家量力印点善书，好吧？大家怎么样帮助更多的人走进佛堂？这都是三师的好好表现。尤其是今天我们这些都在修办中的人，务必要把号召令再一次说明。在佛前，如果带着道亲们讲起号召令，先大家以身作则，双手恭恭敬敬的向上举个手，号召令我们喊号召令号召令起，愿力再起，让我们感受到天恩师德。所以号召令来到人间，是要集结人间的善愿力，来走过劫关，走过什么？走过所谓的这些的疫灾让众生都能够平安，让道场在劫关中也能够平平安安的。所以在这一次没有办法出国，走过好多地方跟很多地方做视讯会议，了解各地方道务，有些地方让人很感动。号召令下，大家都不能够群聚，最多5个人聚会，有些只能够10个人聚会，但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带来办道的？一次办道只能够办1位，可以办到1000位。有些地方办到800位，假设一次办道只能够办1位，因为不能够群聚，办到1000人次，办到1000人，那等于不是这个地方办道办了1000次，不过短短4个月的时间办1000次，那是多少人的善愿在劫关中真的发心了愿。各位在座的浅显，在这个过程当中，太多的修行者，太多的我们今天的道亲，好多感人的故事。所以我们今天就共同看到的，你一间我一间，大家再来怎么样带动一间。台东道场有一位坤道的讲师，号召令起，他就一直想完成一个心愿，要设一间家坛。
只是登记设家坛而已，登记设家坛。那一天晚上，他就梦见已走的父亲来对他说：“女儿啊，沾光了，设一个家坛啊，九泉七祖沾光了，早就该设了。”他的父亲竟然给他梦中讲的这段话，可见在结观中的此时，我们只要愿力再起，人鬼佛仙同时怎么样来助道。所以这个鬼，它并不是外面所说的鬼，而是我们的仙人九泉七祖都能够来为我们打帮助道。所以今天后学啊，也就是学说今天的号召令。所以后学再度说明，号召令绝对不是一个训文的口号，它也不是一个口令，它是真正神圣的，它是真正指号召令一出，人鬼佛仙不仅是听旨，号召令一出，所有各部全部就位，号召令一出，所有人间的修行人那个善愿出来，它可以消解万业，它可以抵掉万业，它可以让很多的疫灾就能够怎么样平息，因为愿力带动。所以今天的所有各国包括所有的各位在线上的所有的各位道亲，我们大家共同发起的一个愿力号召令下，同时发起心愿祝大家的身体健康我们的道务弘展，让每个愿力都能够完成每一个愿力怎么完成？这一辈子我们只要做一件事，什么事？设一间坛。后学再说一次，这一辈子让我们在愿力中只做一件事，哪一件事？设一间坛，帮别人设，或是自己家里设，让愿力在我们身边让我们的愿力来抵万业。祝大家功德满人间只要你愿意开口，人间处处都是行功立德的所在地，所以叫做功德满人间。所以感谢天恩师的号召令，警醒了我们今天在人之间的修行者再度愿力再起。所以号召令起，愿力再起，祝大家能够修行圆满。最后记得我们的这个电台要靠大家多支持这是我们的学界这些年轻优秀的学子愿意把好的讯息分享更多的资讯来到全球大家共同传播。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再见，下次再见。
忠义精神展现。